父母早年将我，现如今又跟荀子节目合作，发动舆论道德绑架，想让我给他们养老。我冷笑一声，反手道德绑架全网。这天，那对自称是我父母的男女找上了我的大学，他们的脸上刻满了风霜，看我的眼神却充满了算计。云涛，我们是爸妈，当年我们也是没办法。我看着他们，心底没有一丝波澜。有事吗？他们愣住了，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平静。我们老了，干不动了，想让我养你们是吧？男人的脸涨红了，女人开始抹眼泪。我们是你亲生父母，你必须给我们养老。闻言，我转身就走，身后传来他们的咒骂声，尖锐又刻薄。我不在乎。第二天，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进来。你好，是毕云涛同学吗？这里是欢迎回家节目组。电话那头的声音甜美又公式化。您的父母联系了我们，希望通过节目和你团聚。我正要挂断，我们这边会支付您5000元的出场费。我停住了，5000元够我下1年的学费。好，我参加。节目录制现场，刺眼的灯光烤在我的脸上。主持人是个中年男人，一脸的温和善良。我的父母坐在对面，已经哭成了泪人。毕云涛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怨，但血浓于水啊！主持人开始了他的表演。当年你父母把你丢在孤儿院，是因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还有一个生病的弟弟要治，他们是迫不得已啊！台下的观众席传来阵阵叹息，镜头对准我，似乎想捕捉我动容的瞬间。我面无表情。弟弟，我可不记得我还有个弟弟。现在你的父母老了，病了。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你能认回他们，让他们安度晚年。主持人声音哽咽，眼眶泛红。毕云涛，给父母一个拥抱吧，说你原谅他们了。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，像无数根针。我站了起来，对着话筒清晰地吐出2个字：我拒绝。现场一片哗然，我的父母哭得更凶了，几乎要昏厥过去。主持人一脸的痛心疾首：你怎么能这么冷血？他们是你的父母啊！那一晚，我火了，白眼狼、冷血动物、不孝子的标签贴满了我的社交账号，无数的私信涌进来咒骂我、教育我，用最恶毒的语言。他们说必须认清，必须赡养，仿佛不这么做我就该被千刀万剐。我关掉手机，睡了一个好觉。第二天，我主动联系了节目组。我想好了，我愿意认回他们。节目组欣喜若狂，立刻安排了第2场直播，还是那个演播厅，还是那些人。主持人看到我，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。毕云涛同学，看来你终于想通了，这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局。他把话筒递给我，我接过话筒，对着镜头深深的鞠了一躬，眼泪恰到好处的滑落。是的，我想通了。昨天晚上我看着网上铺天盖地的骂声，我才明白我错了。我不该只想着自己15年的委屈，我应该体谅父母的难处。我决定了，从今天起，他们就是我的责任。主持人带头鼓掌，台下的观众也跟着热烈鼓掌。我的父母喜极而泣，伸出手想来拉我，我躲开了，转向镜头，脸上的表情悲痛又无助。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我只是一个刚上大学的学生，我没有钱。我来参加节目的5000块是我的全部家当，是我明年的学费。如果我认了他们，这笔钱就要给他们看病，我的学业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而且我没地方住，我在学校住宿舍，可学校规定不能带家属，认了亲我爸妈住哪？难道要让他们跟我一起睡公园的长椅吗？我的声音带着哭腔，每一句话都充满了绝望。爸妈身体不好，不能工作，我如果退休打工，也只能去工地搬砖，一个月2、3千块，我们3个人连馒头咸菜都吃不起。我知道大家都是好心人，都希望我们一家团聚，你们也不想看到我们一家人刚团聚，我爸妈就因为没钱治病而病死吧？你们也不想看到我们一家3口流落街头，最后一起饿死吧？演播厅里掌声戛然而止，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。主持人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我的父母也停止了哭泣，目瞪口呆地看着我。我扑通一声对着镜头跪了下来。所以我求求你们，求求所有希望我们一家团聚的好心人，给我们捐款吧！只要你们捐款，我们就能活下去，我爸妈就能安度晚年，我也能继续上学。不然我们认亲就是3个人一起死啊！你们也不想成为逼死我们一家的凶手，对不对？整个世界都安静了，直播间的弹幕从刚才的满屏咒骂变成了一片死寂，然后零星的开始飘过问号，越来越多，最后整个屏幕都被问号和卧槽淹没。我跪在地上，看着主持人煞白的脸，看着台下观众不知所措的表情，笑。想到的绑架我，那就看看谁绑架得了谁。直播间的弹幕疯了，满屏的问号和卧槽之后，风向开始变得诡异。不是，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我昨天骂了他300楼，我现在脸有点疼。等等我捋一捋，我们逼他认亲，他认了说养不起，我们骂他白眼狼，现在他让我们捐钱帮他养，我们总不能说不捐吧？那不成骗子了？楼上的，你还真想捐啊？不然呢？人家都跪下了，多可怜啊！这节目组和爹妈都不是东西，把个孩子逼成这样。演播厅里，主持人脸上的汗珠子比我眼里的泪还真。他从业10几年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但今天这浪要把他拍死在沙滩上。他想把我拉起来，可我像块牛皮糖一样粘在地上，声泪俱下。主持人您是好人，您要帮帮我啊！我一把抓住他的裤腿，眼泪鼻涕说来就来。您在节目里呼吁一下，把捐款账号打在屏幕上，就现在。毕云涛，你先起来，有话好好说。他想把腿抽回去，但没成功。不，你们不答应，我今天就跪死在这里。我哭嚎着，死了没关系，可我爸妈怎么办？他们刚找到儿子，就要白发人送黑发人吗？天理何在啊！我的父母终于从震惊中反应过来，女人一听捐款，眼睛都亮了，也跟着我一起嚎。是啊，我们家云涛命苦啊，求求大家发善心，给我们捐点钱吧，不然我们一家3口真的活不下去。他一边说，一边给我那个所谓的父亲使眼色。男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
似乎觉得有点丢人，但最终还是没抵过对金钱的渴望，也跟着期期爱爱的嗯了2声。主持人快疯了，他一手拿着话筒，一手想掰开我的手，脸上还要维持着悲天悯人的表情，整个人扭曲成了一幅世界名画。碧云涛同学，钱的事情我们可以慢慢想办法，节目组也会。我立刻打断他，声音里充满了天真和无辜。是您说的血浓于水，是您说的亲情至上。现在只需要一点点钱，就能维护这份伟大的亲情。我们为什么不立刻去做呢？难道您刚才说的都是场面话吗？我这话一出口，主持人的脸顿时绿了，直播间的弹幕也彻底炸了。卧槽，诛心了兄弟！范爷，你呀别光说不练，到时掏钱啊！主持人，我只是想劝个和，没想把自己劝进去啊。我宣布，这是本年度最佳直播事故，不，直播艺术。那个昨天骂碧云涛全家的正义使者123，那怎么不说话了？快出来捐款啊！导演在台下拼命的打手势，示意主持人赶紧结束，再播下去，他们电视台的牌子都要被我砸了。主持人接收到信号如蒙大赦，他几乎是带着哭腔宣布：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本期的欢迎回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让我们再次祝福碧云涛一家，希望他们未来。他未来2个字还没说完，我就高声喊了：未来就需要大家的捐款，好心人一生平安。导播眼疾手快，咔嚓一下切断了信号，直播画面瞬间变成广告，演播厅的灯光暗了下来。刚才还热烈鼓掌的观众们，此刻都用一种看外星人的眼神看着我们一家3口，然后纷纷起身，安静又迅速的离场，仿佛生怕我冲过去找他们要钱。主持人一把甩开我的手，脸上再也没有了半分温和，只剩下铁青。他一言不发，转身就走，背影里充满了仓皇。我的父母还沉浸在即将有大笔捐款入账的幻想里，女人拉着我的胳膊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儿子，你真聪明，这下好了，我们有钱治病了。我慢慢的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灰。钱？我看着他们笑了一下。什么钱？他们脸上的笑容僵住了。就是捐款啊！你们去找节目组要吧，毕竟是他们请你们来的。说完，我不再理会他们，径直走向后台。节目组的一个工作人员早就等在那，脸色比主持人还难看。他一见我，二话不说，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。5000块，你点点。他的语气硬邦邦的。我打开信封，抽出里面的钞票，50张，一张一张仔细的数了2遍，把钱装回信封，揣进怀里。你可以走了。他下了逐客令。好，我转身，干净利落的离开。身后似乎传来了我那对父母追过来的声音，还夹杂着他们的叫骂和节目组工作人员的阻拦。我头也没回，走出电视台大门，外面的夜风格外凉爽。我掏出手机，关闭飞行模式，无数的和私信涌了进来，但内容已经和昨天截然不同。置顶的一条热搜是井号史上最硬核认亲井号，点进去全是我跪在地上声泪俱下的截图，以及被网友们做成的各种表情包。给钱不然免谈，别跟我谈感情。伤钱想让我孝顺，给我50万启动资金。评论区里一片笑哈哈。昨天骂我最狠的那些账号，要么销声匿迹，要么就发了一条对不起，昨天是我草率了。我关掉手机，揣进兜里，摸了摸怀里那厚厚一沓钞票，学费有了。至于那对父母和那个所谓的弟弟，谁爱养谁养。回到宿舍已经是深夜，3个室友都还没睡，围着一台笔记本电脑，屏幕上正是我跪地泣诉的画面，声音外放，整个寝室都回荡着我悲怆的呼喊。给我们捐款吧！我关上门，发出一点动静，3个人像被按了暂停键，齐刷刷的扭过头看我。空气凝固了3秒，不知是谁先没忍住笑，然后整个寝室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狂笑。胖子张伟一边笑一边捶床，老毕牛逼，你是我的神！那个主持人脸都绿成一片草原了。瘦高个李则推了推眼镜，一脸严肃地进行学术分析。这不叫道德绑架，这叫反向绑架，是绑架的艺术，绑架的升华。毕哥开宗立派吧，我第一个拜师。平时最沉默的学霸林峰也默默地对我竖起了大拇指，憋出2个字：解气。我把怀里的信封掏出来扔在桌上，学费。笑声停了。他们看着那个厚实的信封，又看看我，脸上的嬉笑慢慢收敛，眼神里多了些别的东西。真动到手了。张伟凑过来，小心翼翼地询问：这是出场费？那你那对爹妈呢？电视台门口跟节目组要捐款呢。我轻描淡写的回答，打开了我的旧笔记本电脑。网络世界比我们寝室还要热闹。我那场惊世骇俗的直播已经被剪辑成了无数个版本，有鬼畜版，有配乐版，甚至还有人做出了深度解析，标题耸人听闻。从碧云涛事件看网络舆论的反噬与自救，我的名字牢牢地焊在了热搜第一。但这一次，热搜的词条变得很有意思，井号该不该给碧云涛捐款井号。点进去，里面的讨论堪称一场大型思辨会。一个知名的情感博主昨天还发长文痛斥我人性泯灭，枉为人子。今天凌晨3点又发布了一篇新的长文，标题是理性的回归，我们是否对一个18岁的孩子要求了太多。文章洋洋洒洒几千字，中心思想就一个：我昨天骂早了，现在脸很疼，但为了尊严，我得换个角度再分析一下。评论区的风向则更加直白和粗暴。所以问题来了，现在是认还是不认？认啊，必须认，血浓于水。行，楼上先捐，不捐钱就劝人大度，天打雷劈。不是，我就是发表一下我的看法，为什么要我捐钱？你都看法到人家头上拉屎了，现在让你出点纸钱，怎么了？不愿意？那你有什么资格劝人家认亲？就是碧云涛说的明明白白，认亲等于3个人一起饿死，不认等于他自己活着。你们非要人家选前者，不就是想看个合家欢的热闹吗？行啊，热闹给你们，你们出钱买票啊！战火从我身上成功转移到了所有正义路人的身上，一个崭新的话题被顶了上来：井号捐款才配劝人孝井号。这个话题下面简直是大型互联网行为艺术现场，网友们自发的把我跪地伸手的截图做成了表情包，但凡看到有人劝我要大度，要原谅，下面立刻会整齐划一的刷出我的表情包，配文：给我50，听你讲经，孝心启动资金，请扫码支持一家团聚。昨天那些对我口诛笔伐的账号，要么装死，要么嘴硬一句我这是为他好，然后被喷到删屏跑路，整个网络形成了一个诡异的闭环。想劝碧云涛认亲吗？可以，
先捐钱，不捐钱，你就是伪君子，是想逼死他们一家的凶手。我看着屏幕上滚动的评论，嘴角抑制不住的上扬。这时手机响了，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，我接了起来。喂，是毕云涛同学吗？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几分压抑的怒火和疲惫，听起来像是节目组的人。是我，我是欢迎回家的制片人，我姓王。对方的语气很不客气。毕云涛同学，你昨晚的行为已经对我们节目和电视台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，我们要求你立刻发布一个公开声明，澄清事实。澄清什么？澄清我爸妈确实穷得叮当响，澄清我确实没钱养他们，还是澄清你们节目组确实没打算给我们捐款？对方被我噎得半天说不出话，呼吸声都粗重了几分。你那对父母现在还在我们电视台大厅呢，说我们吞了给他们的几百万捐款，你必须过来把他们领走。王制片，这你可就搞错了。我的声音平静无波。第一，他们是你们请来的嘉宾，按理说应该由你们负责送走。第二，捐款是你们节目营造出的氛围，观众的期待也是你们引导的。现在他们找你们要钱，合情合理，怎么能赖我呢？还有那5000块出场费我已经收了，按照协议我已经完成了我的表演部分，后续的事情与我无关。说完，我直接挂了电话，拉黑号码，一气呵成，整个世界清静了。我把信封里的钱拿出来，小心的抽出40张，剩下10张塞回信封，揣进兜里当生活费，然后打开学校的缴费网站，登录账号，将下一年的学费和住宿费一分不差的充了进去。当屏幕上弹出缴费成功4个字时，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这才是真实的握在手里的安全感。正当我准备关掉网页时，一个弹窗忽然跳了出来，是国内最大的一个众筹平台发来的新闻推送，标题异常醒目，井号100万网友助力为爱助家，白眼狼少年的救赎之路井号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点了进去，页面上是我在节目里那张悲痛欲绝的脸，旁边用加粗的字体写着他曾被抛弃，被误解，被网暴，如今他选择了承担。一个刚成年的学生决心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扛起一个破碎的家，他需要的不是指责，而是帮助。让我们一起为毕云涛一家3口捐出一个安稳。发起人是一个拥有几百万粉丝的网红大 V， 正是昨天写长文骂我，今天又写长文给我平反的那位。他显然是被网友们架在了火上，索性破罐子破摔，真的搞起了募捐项目，目标金额50万，用于父母的治疗费、生活费以及我未来3年的学费和生活费。我盯着那个数字沉默了，再往下拉，募捐通道已经开启了10几分钟，当前的募捐总额是5327元8角，其中最大的一笔是发起人自己捐的5000块，剩下的300多块由上百个 ID 构成，大部分都是1块、2块。评论区里最新的几条留言是：捐了1块钱，这下我有资格劝他孝顺了吧？捐5毛，前排领取圣母资格证，我出钱了。毕云涛，快给你爸妈磕一个。我看着那些跳梁小丑般的言论，再看看那个刺眼的5000多块钱，笑了，原来生人的善心就值这个价钱。我关掉页面，准备睡觉。然而我低估了这场闹剧的发酵速度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被张伟的惊呼声吵醒。我操，老毕快看，爆了，真爆了！我睡眼惺忪的拿过手机，那个众筹项目的页面被他对到了我脸上。一夜之间，募捐金额从5000多飙升到了48万。我盯着手机屏幕上那个刺眼的48万，数字还在缓慢跳动。每一次刷新，兜里50万的目标更进一步。寝室里一片死寂，胖子张伟的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。老毕，他声音都在抖。你发了？我没说话，只是刷新着页面。就在我们说话的几分钟里，数字冲破了50万的大关，募捐成功。鲜红的4个大字跳在屏幕中央。我看着那50万，没有想象中的狂喜，反而心底升起一股寒意。这钱，胖手。我的手机嗡嗡震动起来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，归属地显示是海低筹平台总部所在的城市。我按了接听。您好，是毕云涛先生吗？一个职业化的女声传来，语调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优越感。是我，我是海低筹平台的客服主管，恭喜您，您的众筹项目已经达成目标。根据平台规定，我们会在审核后将善款打入您的账户。审核需要多久？请您放心，我们是专业的，最迟明天上午您就会收到。他说完便挂了电话，整个过程像是在通知我中了一张5块钱的彩票。那一晚我没睡好，第二天我是在全寝室的注视下醒来的，3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的手机。到账了吗？张伟问的小心翼翼。我拿起手机，点开银行 app， 一条新的收款通知静静地躺在那里。我点了进去，发信人海低筹某某科技有限公司，转账金额5000元。我盯着那个数字5000，不是50万。寝室里连呼吸声都消失了。我沉默了1分钟，然后掀开被子下床，打开了电脑，登录我的社交账号，架好手机，按下了录制键。镜头里我的脸色苍白，眼神里带着熬夜后的红血丝和一丝恰到好处的茫然。大家好，我是毕云涛。我的声音有些沙哑。首先，我想谢谢所有关心我、帮助我的好心人。昨天大家为我们一家人筹集了50万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镜头里，我深深地鞠了一躬。今天早上，我收到了海低筹平台打来的钱。我把手机屏幕对准镜头，银行 app 的到账通知页面清晰无比，那个5000.00的数字被放大到极致。平台说这是审核后的善款。我低下头，声音里充满了委屈和不解。50万变成了5000块，我不太懂这些，可能平台要收取一些手续费吧。5000块也很多了，谢谢大家。我抬起头，对着镜头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这笔钱够我爸妈在医院的走廊上租一张床位住几天了，也能让他们吃上几顿热乎的白米饭。只是我的话锋一转，眼眶瞬间红了。只是不明白，如果大家觉得我们不值得帮助，可以不捐的，真的。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呢？这50万像一个梦，现在梦醒了，手里只有这5000块，这是在侮辱我们吗？视频的最后，一滴眼泪精准地从我眼角滑落。我关掉录制，上传视频，标题是谢谢大家的5000块，我会努力活下去的。然后我关掉手机，扔到一边。不到10分钟，张伟的手机开始疯狂震动。我操，炸了，全网都炸了。他把手机对到我面前，我的视频下面评论区已经沦陷。50万变5000，
我数学不好，你别骗我。我昨天捐了100，手续费99%。海地筹，你们是抢钱啊？操！我他妈就知道这是不对劲，平台把钱吞了。海地筹官方出来解释，钱呢？战火瞬间从我身上烧到了平台的头上，而那个发起募捐的大爷，他的评论区更是惨不忍睹。100万情感博主，你跟平台合伙骗我们钱是吧？吃了多少回扣啊？50万变5000，你分40万。几分钟后，那个大 V 自己也发了一条动态，语气充满了震惊和愤怒。海地筹官方，我捐的5000块呢，我他妈也想问，钱呢？整个互联网乱成了一锅粥，我成了全网最特殊的受害者。大家同情我，不是因为我被父母抛弃，也不是因为我穷，而是因为我那笔被黑掉的49万5千块钱。井号海低筹还钱井号这个话题像坐了火箭一样，在短短1个小时内冲上热搜第1，后面跟着一个紫红色的豹子。海低筹的官方微博下面每一条动态，无论内容是公益还是广告，都被愤怒的网友用同一个表情包刷屏。我那张谢谢大家5000块的截图，他们的公关团队显然被打满，先是删屏，发现根本删不过来之后就选择了装死。然而我的那对父母是绝不会允许任何人装死的。下午，一段新的视频在各大平台疯传，视频是在电视台大厅拍的，镜头晃得人眼晕。我那个妈正躺在地上，双腿乱蹬，哭天喊地，声线堪比高音喇叭。黑心肝的电视台，黑心肝的平台，吞了我们家云涛的救命钱啊！49万5千块啊！你们还我们钱！我那个爸则在一旁对着围观群众的手机镜头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，逻辑比他老婆清晰一点。我们认亲是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为了孩子。现在好心人给我们捐了钱，钱到哪去了？电视台和那个什么筹肯定是一伙的，他们不给钱，我们今天就不走了。这段表演堪称灾难，但笑不出。视频的评论区风向再次变得微妙。虽然吃相难看，但话糙理不糙啊。钱呢？我开始觉得这家人有点东西了，主打一个胡搅蛮缠，但目标明确。之前劝碧云涛认亲的圣母们呢，快出来接着捐啊！你看他爹妈多可怜，都快急疯了。别艾特我了，我上次捐的50块还没影呢。海地筹不退钱，谁捐谁大冤种。就是谁劝谁捐，说到做到，别光动嘴皮子。网络上再也看不到几句劝我大度的话。想劝可以先亮出你给海地筹的捐款截图，然后一起去维权。门槛一下子高了起来。我的寝室里，胖子张伟笑得在床上打滚。老姜绝了，你爹妈这战斗力，1个顶10个水军，海地筹的股价都开始跌了。李泽推了推眼镜，冷静分析，他们成功的把所有矛盾都吸引到了自己身上，并和平台、电视台形成了3方混战。这下没人有空搭理你了。他说错了，还是有人搭理我的。那个发起众筹的100万大 V， 在被网友围攻了一整天，终于坐不住。晚上8点，他开了一场直播，直播间里他双眼通红，面容憔悴，对着镜头先是90度鞠躬。各位朋友，对不起，我作为一个公众人物，没有尽到审核平台的责任，让大家的善心被玷污，我向所有人道歉，我向碧云涛同学道歉。我没想到我的一个举动会给他带来这么大的2次伤害。他声情并茂，演技比《欢迎回家》的主持人高了不止一个档次。在痛斥了海低筹的无良行径，并表示已经报警之后，他话锋一转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平台的无耻就停止我们对善良的追求。碧云涛一家的困境是真实存在的，我们不能因为被骗了一次就对他们见死不救。他越说越激动，脸涨得通红。所以我决定以我个人的名义，在我们本地的重新为碧云涛一家发起募捐。这一次，我们通过最官方、最权威、最透明的渠道，每一分钱都会在公证下交到碧云涛同学的手中。他身后的大屏幕上立刻出现了一个红色官方捐款页面，项目名称为爱住家碧云涛家庭专项救助基金，目标金额依然是那个刺眼的数字50万。各位，我知道很多人被骗了，心寒了，没关系，这次我带头捐。他当场拿出手机，直接扫码转了5万块进去。我相信邪不压正，让我们再写一次让爱回家。直播间的气氛瞬间被点燃。魏哥牛逼，这才是真爷们，冲！马德，我就不信了，这回他们也敢黑，已捐100，这次必须让碧云涛拿到钱。我看着手机屏幕，那个大 V 的脸在激昂的背景音乐下显得无比神圣。胖子张伟凑了过来，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神情有些复杂。老姜，这40来真的了。学霸林峰也从书本里抬起头，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带着一丝探究。是啊，事情开始变得有意思了。这个大 V 是个狠人，他被架在火上，干脆往火里又添了一车柴油。他用自己的5万块堵上了所有人的嘴。现在皮球又踢回到了我这里。如果这50万真的筹到了，并且一分不少的摆在我面前，我该怎么办？收还是不收？收了就等于默认了那对男女是我一辈子的责任，不收，全网的唾沫星子能把我第2次淹死。我关掉直播，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。宿舍里很安静，只有张伟和李泽刷新手机时页面发出的轻微滑动声。过了大概半个小时，胖子忽然倒吸一口凉气。我操，30万了！我没动。又过了10分钟，李泽的声音响起，带着一丝不可思议：50万满了。整个寝室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。我缓缓地坐起身，拿过自己的手机，那个红捐款页面上募捐成功4个大字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在我的眼睛里。寝室里的死寂像一块厚重的海绵，吸走了所有的声音。50万通过最权威、最透明的渠道募捐成功了。胖子张伟和李泽连刷新网页的动作都停了，只是呆呆地看着我，仿佛在看一个即将被命运宣判的囚犯。我成了那个被架在火上的人。接下来3天是漫长而诡异的平静。网络上那个大 V 被捧上神坛，成了良心的代名词。我的那对父母也消停了，没再去电视台闹事，大概是笃定50万即将到手，正盘算着怎么花。所有人都等着我下一步的动作，去领钱，然后上演一场感天动地的全家团圆。我什么也没做，每天正常上课，去图书馆，回寝室，日子过得像一杯温吞的白开水。室友们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担忧，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胖子好几次想开口，都被李泽用眼神按了回去。他们知道，现在任何安慰或者建议
都显得苍白无力。第4天上午，我正在上课，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打了进来，我挂了，对方又打了过来，锲而不舍。我走出教室，接通了电话，是毕云涛同学吗？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带着一种机关单位特有的不容置疑的腔调。是我，我是红。关于你的专项救助基金，请你下午2点带上学生证和身份证来我们办公室一趟。说完，对方没给我任何提问的机会，直接挂断了。下午2点，我准时出现在办公室门口，接待我的是一个穿着白衬衫的男人，就是电话里那位。他把我领进一间小会客室，桌上摆着一个红色的信封，旁边还架着一台相机，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正对着相机调试。毕云涛同学，坐。男人指了指桌子对面的椅子，我坐下，他清了清嗓子，脸上露出公式化的微笑。首先，我代表是红以及社会上广大的爱心人士，对你和你家庭的遭遇表示慰问。看到你们一家人即将团聚，我们也很欣慰。他把那个红色的信封推到我面前，这是你的第一笔生活补助金，先用着。我们拍张照片，做一个简单的公示，给捐款的爱心人士一个交代。我看着那个信封，它的厚度有些不对劲，我没有去拿，只是平静地问：第一笔？对。男人点点头，笑容不变。考虑到你还是学生，社会经验不足，突然持有大额资金，对你的成长未必是好事，所以这50万善款将由我们红十托管，我们会根据你和你父母的实际需要，学费、医疗费、生活费分批按月发放给你。你放心，我们是专业的。他说的合情合理，像一个真正为你着想的长辈。我伸出手拿起了那个信封，当着他们的面，我撕开封口，把里面的钱全部倒了出来，30张红色的崭新的人民币，3000块。相机咔嚓一声拍下了我低头看着桌上那堆钱的瞬间。谢谢。我把钱拢在一起，重新塞回信封，然后抬起头看着他们。我的反应似乎在他们的意料之中。一个贫困学生面对权威机构和3000块巨款，除了感恩戴德，还能做什么呢？男人满意的点点头，明白就好。以后每个月你都可以来领一次。好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我拿着信封站起身，对着他们，也对着那台相机深深鞠了一躬，然后转身离开。回到宿舍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架好手机，打开了录制。张伟和李泽都围了过来，紧张地看着我手里的红色信封。镜头里，我的面色平静，眼神里却带着一种巨大、难以言喻的困惑。大家好，我是毕云涛。今天下午我去了钱我拿到了。我将那个红色的信封举到镜头前，然后把里面的30张钞票一张一张缓慢地抽了出来，铺在桌上。3000块。我看着镜头，声音很轻，像是在自言自语。一直在想50万为什么变成了3000块。刚才我好像想通了。我的眼眶慢慢红了，不是演的，是一种被反复戏耍后从心底涌出的荒谬和悲凉。大家其实不是想帮我们一家团聚，不对，你们只是想让我那对父母别再闹了。50万是想让我们一家人好好活下去，3000块是想打发他们走。我拿起一张钞票对着镜头，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懂了。你们的意思是让我拿着这3000块钱塞给他们买2张火车票，让他们从哪来回哪去，从此以后一别两宽，再也别出现在公众面前，碍大家眼。你们不想让我认亲，你们就直说啊！我的声音开始哽咽，带着一丝被羞辱后的颤抖。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呢？用3000块钱来侮辱我，也侮辱他们，更是侮辱那50万的善心，是在告诉我们一家人就值这点钱吗？视频的最后，我没有哭，只是把那3000块钱整齐的叠好，放回信封，然后对着镜头轻声说了一句：对不起，这个亲我可能真的认不起了。视频上传，标题：谢谢3000块。我好像明白了什么，这一次网络爆炸的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。如果说上次50万变5000是激怒了网友，那这次50万变3000，并且出自红鬼之手，就是直接点燃了火药桶。我他妈，我捐了200，手续费98.5%，你们是印钞的还是抢钱的？上次是平台黑钱，这次是官方黑钱，还有王法吗？等等，毕云涛的解读，卧槽，诛心了！这3000块真他妈像遣散费！我开始觉得恶心了，不是对毕云涛，是对这件事本身。我们到底在围观什么？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吗？我的那对父母显然也看到了